大家好，我是依赖，这是北海道自驾吃海鲜的第2部片。我不会称之为旅行，因为全程都是在买海鲜跟找地方煮海鲜还有泡汤啦，然后就没有了。那么要达成海鲜控的梦幻行程，首先你一定要租一台露营车。我选择的是 Domo Camping， 这是一间台湾人经营的公司，全程服务都是中文沟通，非常简单、轻松、愉快。我是第一次开露营车旅行，也是第一次在日本开车，在此之前也只有2次的日本旅行经验，所以找 Domo Camping 让我安心许多，同时能节省很多做功课跟语言翻译的时间。他们的官网车款介绍得很详细，可以依照旅行人数及需求承租适当车款。预约完成之后，会有客服人员告知所需的行政手续，都是跟台湾人互动，沟通无障碍。你所想要知道的一切露营车的注意事项，都由服务人员在 LINE 里面跟你对话。那租车当天早上约在饭店的停车场交车，他们把车开来饭店跟我们交接。来交接的居然是另外一位台湾 YouTuber。老欧睡车上，他是专门讲解关于车博的频道。那有台湾人现场讲解车上的各项设备，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行程的难度。这个是充电用的连接线，但我们全程都没有使用过。车子开起来就会自动充电。上一部片有人问垃圾的问题，我们都放在这里。最后停在专门露营的地方时，买专用垃圾袋来全部丢掉，因为天气挺冷的，也没有异味。此外，露营车的左右边也有一些独立的置物空间，是可以上锁的，不用所有的东西都塞在车子里面。后门上的这个锁跟汽车的中控锁是一起的，离开的时候用遥控器就能一起锁上，很方便。车上的储物空间很多，柜子、抽屉等等的大概有10个。我跟 Domo Camping 租了简易的料理器具，以及额外的一组卡式瓦斯炉。还附带2个全新的瓦斯罐，最主要的是想要热水壶跟小汤锅。每天早餐我都想要在旷野中喝点热咖啡或热茶，煮点热水刷牙洗脸会舒适很多。这台车的料理区域是在车尾，操作时不会影响到其他旅伴在前面做自己的事。整体动线设计我非常喜欢。瓦斯炉不用的时候能在上面处理食材，转身有个小平台能放半成品。微波炉就在瓦斯炉下面。右手边有冰箱，上方有抽油烟机，左侧的小隔间放调味料、洗洁剂、厨具什么的。重点是我能站直，这点太棒了。那这个空间本来是厕所，但都拆掉了，因为日本没有倒灰水的地方。这里刚好用来堆行李箱、挂毛巾。里面有个窗户，很通风。车上有暖气，晚上我有开几个小时。5月的北海道东部夜间会到10度以下，这个好像是逆变器吧，我从来没有关过。有抽风机，吸排2用，加上大窗户，车子里面的空气很流通。东西越多，等一下让我先体会一下很舒服的感觉。对，我想先体会一下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租这种车，我们在澳洲的那一种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去 working holiday， 对，住那个拖车，真是说有多贫穷就有多贫穷，这是高级版这个感觉比我想象中宽敞很多。对啊，就是你看这样1个2个，如果你真的做到紧绷，大概坐个6个人。这一台最多人，我有印象，我有接待过一组是6个大人。6个大人3代同堂，对不对？全部推开那如果说户外，你如果要户外送餐也是可以的你如果不想要紧密啊，它有一段是这样子。了解。它这样也可以透气。透气的。对。纱窗。它非常怕虫子，所以一定要有纱窗。目前这个季节还没有什么虫子。这样子，然后放下来。对，先放下来。然后这边。然后那边要拼过来，对，再把它拼上来。睡袋也是跟他们租的，这个超厚、超热的，是那种木乃伊型的睡袋，冬天的话绝对够用的。车头的床延伸出来睡2个成人，算是很宽敞。下方的这个床组起来也是很容易的，成人大概能躺3个，但是我太高，只能躺在右边，不然就要斜躺。整体而言，睡4个成人或是1个家庭是很舒适的。
停泊下来的时候，活动空间也不会互相干扰。这就是货车的即视感。对，这视野不错了。对，好，非常的大片。然后这里是你的 ETC， 蓝色的灯就是 OK。就是货车车头越简单越好。对，遇到困难比较不会有。对，后视镜。好。所以说它其实这个宽度是很 OK。它刚好切齐我们的车体啦。对，它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很常遇到那个横风。横风的时候就要慢。对，好。然后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你要一直去练习看你的左边。在台湾习惯的是你在车道，你人会习惯在车道的左边。因为我这次带团，我发现所有的人他们其实开的时候都会很靠左边，左边会非常的危险。如果旁边有东西，我们会撞到左边的那个东西，很容易撞到。我原本想说上面有个床啊，对，你会觉得阿杂。不会，这其实蛮那个的，蛮不错，而且你180几。对啊，因为你看我们以前在台湾开过货车，这两个会这样顶在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开了多小台？后面就是那个货舱，对，那个货舱嘛，所以你一般货车就会这样。对，确实是。对，但是这个可以这样子，很舒适啦。对，那么接下来就大风起兮云飞扬。没有什么车，很简单。最不适应的就是左边车轮左边很容易压线。诀窍就是你只要确认你正前方没有车，然后你的眼睛就是要一直左右看，一直看着你的后照镜，要确保你那个左右的轮子都没有压线，前面有障碍物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你要尽可能贴近右边，然后视野非常好，人很高嘛。而且看到这个其实是可以往后靠，蛮轻松的。但是我刚刚因为紧张嘛，所以你人会一直往前倾。但实际上你可以这样子，是蛮轻松。因为租车要租全天，太晚交车不划算。我们是提前1天到北海道，当天住在千岁车站的饭店，晚上就带菜篮车去旁边的永旺超市买必需品。隔天交车后，把补给搬上车，就直奔后岸，比较节省时间。跟我一起去的友人是咖啡师，我们每天早上都弄点简单的手冲，在山巅，在海滨，随时想停就停，想喝就喝。这种日子，我想我一生都会怀念的。如果你也有个不羁的灵魂， Domo Camping 可以帮助你轻松出发。那为什么要挑北海道租露营车旅行呢？因为北海道有超多我想吃的海鲜，好的海鲜通常不用太华丽的料理方式，简单调味就能立即享用。关键是时效性，要尽快的放进肚子里保存。开着露营车去产地买海鲜，然后就近找个风景漂亮的地方弄来吃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梦幻般的生活，海鲜控此生都必须要尝试一次的。这个是川路的和商市场，跟函馆朝市、札幌二条并列为北海道3大市场，而且川路是道东交通枢纽，海鲜的集散地。来道东吃海鲜，自然跳不开和商市场。这里有很多卖螃蟹的，目前的汇率基本上是买到赚到。但这一趟来已经吃过最想吃的毛蟹了，今天不买毛蟹，我想体验一下这里有名的圣手冻。我就随便挑了一间服务人员极度热情的店，各间店提供的种类都差不多，看到喜欢的就自己夹，像自助餐那样。我又夹了喜之次，难得来一次要吃个够。我之前2次来日本吃黑鮪鱼，都觉得他们的黑鮪鱼在色泽上、口感上都胜过在台湾吃到的。我不知道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，也许是冷链，或是放血，是熟成等等的原因。我这一次再尝试看看，是不是一样相同感受。颜色很漂亮，鱼肉也都没有散开。来北海道必买整盒的海胆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这是红干，来测量一下自己的手段了。这是青干，肉色都氧化了。但他们这很妙，也没有补冰块，可能是天气够冷，都直接放在盘子里。
又买了北极贝，主要是想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切的。你看我这上次刮掉太多肉了。这间店也有卖整尾的喜之刺，他说旁边有专门待客烤的店家，再加500日币就好。走过路过不能错过，3600日币又买了一尾。反正能吃的东西是琳琅满目，就是随便挑选。这里居然有时尚玩家的签名。对了，白饭要在另外的店家单独买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禁止饮酒。先从最不油腻的开始吃，尾鱼刺身颜色鲜红，鱼筋很细，整个鱼肉都充满了弹性，看起来好像会很酸，但吃起来不酸，有尾鱼独有的香气，而且有淡淡的油脂感，吃起来很舒服，这个是很好吃的。喜之刺这一次是带着鱼皮，但它没有炙烧，这个鱼皮要嚼蛮久的，鱼肉里面有一点刺，没有弄好，但整体来说是可以的，口感很好。它这一片刚多少钱？我本来想要炙烧喜之刺跟比目鱼，后来我放错盘子，变成炙烧北极贝，比目鱼就是那样的味道。炙烧过的北极贝更鲜甜了，有浓郁的贝类甜味。超好吃的，炙烧比较好吃哦，更甜呢。那我要吃一口。清肝肯定放了好一阵子了，肉很软散，这个打枪有油脂，但完全没甜味，感觉退鲜了。没有甜味，很散。红肝的口感超软，但不到散开的程度，像是我自己熟成了15天以上那样，很适合配饭。但谈不上很有特色就是了。这一次吃整片的，我怕会很腻，分2口吃。超油的，配饭就很好吃。海胆很甜，比上次大阪买的更好吃，不会软烂，用舌头压能够感受到阻力，这就是离水很短的时间才会这样。这个喜之刺的鱼皮都被烤不见了，有点可惜。鱼皮烤到酥脆，超棒的。盘子里面都是鱼油，这个油感觉可以拨进饭里面配。跟我预期的烤喜之刺有一段落差，它更像是蒸喜之刺，烤的温度不够，没有虾蟹香气出来。鱼是好鱼无误啦，但是应该能再烤得好一点。下腹部的鳍边肉全是油，配饭超棒的。这里也有面向本地人的店家，我打算买一点做晚餐。这是露营车旅行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昨天晚上是停在有花钱的露营公园，买了专用袋丢掉所有垃圾，所以今天不能制造太多，晚餐就做一些半成品就好。明天中午要约在机场还车，接着我们要住在札幌3天，今晚产出的垃圾就带去札幌的饭店丢。在出发前的行程安排上，Domo Camping 也给我了一些建议，类似像顾问吧。对于没有在北海道开露营车旅行过的我们来说，是非常有价值的服务，而且有 LINE 可以互动，能增加很多安全感。上一部影片有很多人在问露营车的水啊、电啊、驾照啊，各种问题，你就问他们客服就好。反正我也是露营车小白，我感觉容易得很。那这里有做好的喜之刺一夜干，不想自己做的可以来这边买。我后来挑这一间木村鲜鱼店，因为它有卖比目鱼昆布地，还有比目鱼鳍边肉。我太太很喜欢吃炙烧鳍边肉，恰巧我有带喷枪来，1公斤才4-5千日币，还是完全处理好的纯肉条。小尾的喜之刺1盒1000日币，买啊！刚才那边一片要300嘞。这个是北海道产的飞鱼，我在根室花丸吃了，超级好吃的，含油脂量超高，
这里一盒是寿司店4罐的钱。它还有卖很多其他的。最后这4盒鱼肉条结账2670日币。旁边买了1罐自己腌的鲑鱼卵，店家很尽责，一直问我们保鲜方式，大概是怕我们吃坏肚子。再来1盒海胆当晚餐，有保冷菜篮车加露营车，连冰块都不用拿。我刚刚还是喝了点小麦饮料，就交由太太来开车。这个露营车看起来大，但女生开起来也没有负担，都是自排车，操控起来没有压力。但最好要有副驾驶能随时提醒路况比较好。左驾这一点还是需要时刻提醒的。晚上我们打算睡在新野度假村的停车场，停在那边可以去泡度假村附设的温泉。而且到新千岁机场只要1个半钟头，明早吃饱饭去还车刚刚好。那这个点是出发前太太看老欧睡车上的频道里有介绍的，老欧的推荐非常有水准，这个温泉超高级的，是露天温泉，环境视野都非常棒，一个人只要900日币。作为露营车旅行的最后一站，绝对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来处理今天的晚餐，这是太平洋飞鱼。之前我在东京吃的紫池昆布，就是海带上的卵，就是这一种鱼的。一般我们在台湾只能看到罐头，那么北海道就是它的主要产地。这个鱼油脂非常丰富，皮下有整层的白色油脂，很像肥的沙丁鱼一样。这种油脂丰富的亮皮鱼很容易有腥味，鲜度维持很好的鱼才能做生食。鱼刺很细，我不太会切。我在根室花丸吃的时候，里面也有一点刺。这个是比目鱼鳍边肉，北海道也盛产比目鱼，这个鳍边肉异常的肥厚。我有处理过整尾的比目鱼，它这个品相一看就是没有冷冻过的新鲜货，鱼肉非常有弹性，不是那种纯白色冷冻进口的。切一点刀痕，以免炙烧的时候卷起来。我有带炙烧的设备来，等等都来炙一下。这个是喜之刺，但是这个比较小尾，这一片就是3枚切的一边，虽然小但完全不马虎，处理得非常干净，而且全都去掉鱼刺了。这应该没有大尾的那么油腻，切刀痕等等都炙烧。这个是昆布熟成的比目鱼，我第一次吃别人做的，我之前只吃过自己做的，这一次来比较一下差异。这个肉微微的绿色就是昆布的颜色染的，这整条鱼肉也都处理得非常好，完全不需要后置，切割起来超快，随便弄一下呢就是丰盛的一顿。这个油光真漂亮欸。弄一碗微波白饭，看起来跟中午那一碗呢有90%像。别忘了还有这个海胆哦。巨热的烤网我也有带，要来北海道开露营车旅行，记得要带炙烧枪。生鱼片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。瓦斯罐的话，跟 Domo Camping 租卡式炉，它里面一定会有附嘛，我就拆下来暂时喷一下。我出发的时候就都已经打算好了。你看，炙烧一下又是完全不同的景色了。来北海道呢，没吃海胆，就像是没有来。最后放上鲑鱼卵的酱油渍，怎么样？依赖版的圣手冻完成。